这世上伤你最深之人，恰恰就是你以为可以相许终生的良人。给我继续烧！一定给我找到世子妃与何氏公子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周军在何处啊？周军在何处啊？今日是我与周军大喜之日，可他却不见了踪影。你是他父母，自幼看他长大，定同我一般担心他，是不是？快，告诉我，昭君与他幼弟现在何处啊？不曾，老夫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昭君是我家心腹，我与他是一家人。只要他肯就此回到我身边，劝服岳丈，与我萧家同进退，到时候，待我父王得成帝业，绝不负昭君与你们何家。届时，萧何两家共享江山社稷，这难道不好吗？何家铮铮铁骨，岂能与逆贼同舞？好，那我倒要看看，待他何勇一双儿女落到我手中之时，他还能否有这般铁骨硬气？你这个逆贼！逆贼！我就是逆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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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逆贼。来，剜他一双眼，还不肯说的话，断他手脚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先死，还是何昭君先出现？逆贼！逆贼！你不得好死！看来他是不肯说，那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杀了吧。是。如今你也瞧见了，娄家二房的地位如何？阿母问你，可曾后悔了？后悔什么？这年头，哪有没半点眉眼官司的人家？大母与二叔母也是不好相遇，阿母不还是认命嫁过来了？这如何能比？你大母与二叔母再刁蛮厉害，家中仰仗的也是你阿父军中荣耀。我背后有你阿父庇护，自然这妯娌关系也不怕闹腾。可这娄瑶在家中地位卑微，将来如何护得住你？就别说是他了，就他的阿兄，不也是仗着大房鼻息活着，护不住自己的妻子吗？夫妻一体，哪有谁必须护着谁的道理？我觉得阿瑶挺好的，为人忠厚诚实，全无都城里那些浪荡子弟的习性，迟早都有出头之日。我与阿瑶都商量好了，只要日后谋得外官，就算没有都城里那么舒服精致，也能享天高海阔。如此一来，夫君该放心了吧？这门心腹，阿瑶娶得相当值得。之前啊，我还担心这陈四娘子如传闻中般顽劣粗鄙，如今看来，是为夫思虑浅薄了。四娘子当真是聪慧豁达之人，阿瑶与她相识后，也比以前开朗畅快许多，更一心想要外放为官。只是，阿瑶想法终究还是太过天真了。我担心大伯父。世事也无绝对，夫君不是说圣上求贤若渴，任人唯才吗？夫君胸怀韬略，又机变多智，我相信假以时日，定会有机会出头的。你可知娄瑶的阿兄，文武兼并，
为何至今却没落得一官半职？莫非是娄家大房耽搁了他们？是圣上为了破世家习勋之风，拔寒门子弟之能，定下同门不能悉数为官的规矩。娄大夫人又想让自己的儿子入仕，从此便切断了娄家二房的前程，逼得娄贲不得不放弃朝堂的机会，蹉跎至今。娄大夫人得逞了，可惜，娄太傅的2个儿子都不争气，不能入圣上的眼。这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少主公，咱们方才已将萧世子党羽拿下，其中有几个人想趁乱服毒自尽，都已经被我们拦截并擒获。接下来我们当如何做？留活口，审问清楚，萧世子还留下哪些线索？是。报，少主公。说，少主公，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查封了萧世子常去的花楼戏院，还搜查了素日与萧世子来往密切的商贾铺子。这些商贾竟然被吓破了胆，想连夜打包戏院出城，回乡躲避。沿路设下路障查验，告诉他们，只要他们肯说实话，我们不会为难。是。我听闻圣上下旨，召雍王回都城，雍王却称病不来，我猜朝中有变。夫君可是心中想？既然现在朝中有用得上的地方，那便是时候去见见我那位尺素相交的老友了。停车！女君、女公子，前面好像出事了，官差不让过去。发生了何事？程娘子，林将军，前方发生了何事？例行检查罢了。这一路上并不太平，就让在下护送2位回府吧。就不劳烦林将军了。既是要务，又怎能离岗脱职？在下正好在此搜查，说是护送，不过是顺道而为罢了。都城怕是还会再乱一些日子。近日程娘子还是少些出门好。将军且放心，近日无非是去娄家商议亲事罢。林将军，少商与娄家已经议亲，再过几日，娄家会设宴，告知我家小女与娄家2房2公子定亲之事。若林将军有空，可去娄家喝杯酒。在下军务繁忙，未必有空。那可就太可惜了，那就等日后我与阿瑶登门拜访了。在下先送2位回府吧，时辰不早了。放行。是，放行。这萧世子府和城府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怎么顺路啊？既然是查，便要查得彻底。所以少主公是怀疑程将军和萧世子有勾结。什么？
阿母竟答应让袁胜来教你吗？不是你们，是咱们。阿母说单剑公子学识渊博，听他传课，胜读10卷。大母说，既然束修这样贵，只教二郎们不划算，所以我们都要去学，人越多越好，包括你。可我是女娘，阿母即便是要请，也应该请女士才对。反正你要跟阿瑶成亲，嫁做人妇了，也不用避嫌啊。为何不用避嫌？娄家最讲规矩。阿瑶，你大可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去听他讲课的啊。不，单剑兄的学识连大伯父都赞不绝口。少商，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上单剑兄的课，见识见识？见识什么？见识他如何张扬跋扈，我可是见识够了，我是不去的。袅袅啊，你就从了吧。今日我已经占卜过了，袁善剑的课呢，你是非去不可了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可以每日给你占上一卦。若是卦象太凶，你就装病，我们一定帮你掩饰过去，免得提问丢丑啊。还用算卦吗？不学无术，对上学富五车，可以预料的惨不忍睹。这卦象上必定是日日大凶，凶不可测呀。我听白鹿山书院同门说过，单剑兄给皇甫夫子带过课，罚人的法子花样百出。不过少商你放心，若是你挨罚，我就陪你一起。袅袅，我倒是有个法子，可以让你不治最差。你呀，央求万伯父将万七七送来，有了七七垫底，你定不是被罚的最惨的那个。对呀，好姊妹就应该同甘共苦的。不过我会告诉七七阿紫，这法子是次兄想出来的。次兄，好主意。多谢次兄。走。哎，你不能不讲义气啊！终究还是来得仓促了些，只能这般对付。这是万伯父上次猎着的虎皮吧？你拿来当坐垫，还觉得只是勉强应付啊？这才出一块坐垫而已，还没来得及镶金线呢，珠串也没来得及缀上，这么素，当然入不得我眼。坐垫镶珠，你也不嫌硌得慌？你花费如此大，这未来郎婿家不得被你败光了？未来郎婿乐意，你管得着？哎，为何只有这3张书案是这般布置？啊，那是女眷的位置，你们大可布置自己的眷。哟，晨阳妹妹，你想坐哪儿？我都行的。七七阿紫坐在何处啊？我居中。那你坐我左手边，少商妹妹坐我右手边。好。你们后边去。七七阿紫专门为我跟堂子准备了这些。这烛台可真沉呢，这是足金铸造的，你要是喜欢，送你。这个就算是不点灯，看着都耀眼。七七阿紫，你又豪放又细致，
就凭我们两家的关系，你若是个儿郎的话，我定嫁给你。其实少商不嫁过去也无紧要，咱们程家儿郎多呀，可以娶妻掐子。你别做梦啊，我可不嫁。我不是说我，是另有其人。还能有谁呀？你大兄可是成婚多年啊，与大嫂伉俪情深，一起坚守边关，我可不能破坏人家的夫妻感情。这不是还有次兄吗？那我还不如娶了少商妹妹。程家四娘子还真是受欢迎，竟是男女不忌了吗？四娘子，只要好好学，来日想嫁谁，便可嫁谁。孔子答颜子问，为邦而论四代。答子张问时事，而言冀州。前几日，朝堂诸人议论孔圣人，为古今之说争论不休。有人言，周制盖为孔子新制，周礼故为委托。而古文经者反驳，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辟雍、封禅、巡守之仪，则幽冥而莫知其源。你们学了这般久的孔圣人言，觉得谁言之有理啊？我觉得就你来回答吧。散学了。我觉得都不在理。他既然身为圣人，就理应将话说得通俗易懂些。当初要是把话说明白了，这些人也不至于不理解，也没必要要争。夫人，我觉得娘娘啊说的有道理。你说这圣人既是传道解惑，为啥不说得清楚些？那说些似是而非，明明是造祸，哪来的解惑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！娘娘跟你是有样学样，连圣人都敢编排啊！那圣人还说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呢。夫人带我到此来听墙教，怕是有违圣人之言吧？若是圣人跟你们这对父女待个1年半载的，连圣人都会被你们气得胡言乱语。娄家书香传家，最重圣人典籍。你如此懈怠课业，怎为娄家心腹啊？父子管的也太多了些。夫子，少商不通文墨，只因自幼未曾被妥善教养。他聪慧过人，若是生在娄家，定然饱读诗书。况且少商并非不好学，只是对杂学更为旁通。他在华县的时候，手工与建造远胜多年的经营匠人。还是阿瑶懂我。程伯夫人，请我来教导你。希望你嫁入书香世家。你说这个袁善谦，他为什么不认泱泱啊？泱泱才思敏捷，定能将此题答得很好啊。自当严格要求。
分明就是这些世家子弟，整天吃饱了没事干，琢磨这些无用之事。学了这些，既不能让田里多种出庄稼，也不能让冬日里多裁新衣，对民生来讲，更无任何大用途。学了也是无用。其实我觉得，袁夫子说的不错。始皇焚书坑儒，致文史破碎，见闻杂驳。由此可见，理虚辩则明，古今之争也并非全无用处。毕竟，总得有人懂得这些。既然女公子觉得夫子讲的并无实用，好，那从今日起，夫子就讲些有用的。女公子即将为人妇，不如我为你讲些夫妻故事，也可顺道学些诗词歌赋，不致令未来郎婿觉得无趣，如何？你说真的？从现在开始，只需要听故事？由女公子来选，是先讲金屋藏娇与长门妇的故事呢，还是讲凤求凰与白头吟呢？黄金屋今仍在，但长门宫里已无有情人。可见这世间夫妻初见时个个情投意合，难舍难分，才成就这段姻缘。但最终不过是情消爱弛。你以为形同陌路就是痴男怨女的最坏归宿吗？错。女公子是未曾见过反目成仇、不死不休的怨偶。这世上伤你最深之人，恰恰就是你以为可以相许终生的良人。给我继续搜，一定给我找到世子妃与何氏公子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周君在何处啊？周君在何处啊？今日是我与周君大喜之日，可他却不见了踪影。你是他父母，自幼看他长大，定同我一般担心他，是不是？快，告诉我，昭君与他幼弟现在何处啊？不曾，老夫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昭君是我家心腹，我与他是一家人。只要他肯就此回到我身边，劝服岳丈，与我萧家同进退，到时候待我父王得成帝业，绝不负昭君与你们何家。届时，萧何两家共享江山社稷，这难道不好吗？何家铮铮铁骨，岂能与逆贼同伍？好，那我倒要看看，待他何勇一双儿女落到我手中之时，他还能否有这般铁骨硬气？你这个逆贼！逆贼！我就是逆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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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逆贼。来，剜他一双眼，还不肯说的话，断他手脚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先死，还是何昭君先出现？逆贼！逆贼！你不得好死！看来他是不肯说，那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杀了吧。是。
冯玉俊的军报，想必诸位都已经看过了。朕倒是想听一听你们的心里话呀。幽王父子凭借联姻婚宴向何将军的亲眷发难，意图胁迫何将军携手谋反，这显然预谋已久，其心可诛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应当立即发兵冯义郡平叛，以儆效尤。三弟，雍王乃是最先追随父皇大业的老臣，儿臣觉得当以招安为首，以表父皇心怀仁德，未忘旧臣情谊啊。万事只要一到太子殿下手上，总是显得那么一团和气呀。可是那雍王既然能做出孤恩负德的行径，哪还讲什么君臣之义呀？小越侯所言甚是，若要朝堂稳固，就必须用重典杀一儆百。雍王这汉勇，绝不属立定，当初也唯有霍家军可以与之匹敌。三皇子，你轻易的一句评判，谁去评？如今的朝中，已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霍冲了。娄太傅，这话你说的。何将军的长子，左丞已经战死了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臣认识一老友，多年来，他与臣尺素相交。他眼识过人，好游历四方，结交天下游侠。这消息，便是他所结交的游侠，昨日从冯义郡冒死送出的。何将军，与其自持，是如此的骁勇善战啊，何以沉沙折戟啊？何将军此番前往冯义郡，本是为参加女儿婚宴，并未带足兵马。在得知雍王不臣之心之后，拼死将雍王的兵马堵死在冯义郡内。否则，诸位也无法在此镇定地商议，是战还是和了。陛下，臣请您立即发兵驰援，臣愿带兵出征。子胜啊，你可知道，雍王10几岁就在马背上打天下了，打仗对于他来说比吃饭还容易啊！何将军一家哪个不骁勇？遇见他，不也一样身陷险境吗？此战凶险，看来啊，还是得派一些岁数大、经验足的老将去才是。臣的年岁确实比不过那几位老将，但自认为沙场上的本事不输任何人。此次讨伐雍王，臣当仁不让。父皇，儿臣觉得林将军所言甚是。这论起打仗的本事，朝堂之中有谁比得过林将军？此事啊，还得从长计议。往日朕甚信雍王，从未催着他交出他的属地余土。若是没有属地余土的指引，那此战恐怕是更为凶险了。陛下大可放心，臣的那位老友对冯义郡的地形了如指掌，他可以绘制余土。什么老友？林将军的身边人人辈出啊，像此等人才应该举荐入朝才是啊，为何要隐藏起来呢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不该再藏了。陛下，臣认为，应当先派吴将军先行驰援，待臣取到冯义郡余土之后，与吴将军会合，共同抗敌。既是如此，这样吧，朕允你3万人马，哎，但是务必要凯旋而回啊！遵旨。那老臣也在此恭祝林将军凯旋了。哎呀，只是可惜了。明日家中备下了定情宴，原本是想请林将军过去喝杯喜酒的，现在也怕是来不及了。啊，那可真是不巧啊！我要去拜访的那位老友，刚好在贵府。这杯喜酒，
我还真是赶不上。哦，林将军说的那位老友，莫不是娄家人？哎，行了，今日散议到此，诸位散了吧。子胜，你留下。还未恭喜娄太傅啊！你们娄家又要出一位能臣了。此人必定会被父皇所重用，你们娄氏一族飞黄腾达，指日可待啊！哼，娄氏子弟多是平庸无能之辈，何来的飞黄腾达之徒啊？娄太傅谦虚个什么？又不是让你辞了官给子侄们做，对吧？哎。子胜方才说的是哪位谋士？娄家子侄竟有这般人才，为何之前从未听太傅举荐过？不过是家中一位只爱游历、不愿入仕的侄子罢了。世家子弟竟有不愿入仕之人，真是可惜了。这背后一刀，捅得还挺准。你这才回来几日啊，又赶着要去出征，哎呀，别跪着了，来，坐着跟朕说说话。刚才你也听见了，此仗九死一生，哎，你要是有个好歹，怎么办？日后我该如何向九泉之下的霍兄交代啊？雍王之事，臣从军械案开始便留心在意，起始为臣，终了也该是臣。陛下放心，此意臣心中有数。你叫朕怎么放心啊？哎，看见没有？人家娄太傅那个侄子，岁数还比你小了几岁，如今就要娶心腹了。可你呢？你要是真的想让朕放心啊，那就早日成婚，啊，免得整天的在外面生死搏杀。娄瑶温厚善良，陈娘子聪慧可人，臣只盼着他们和和美美，天长地久。哎，他们倒是和和美美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如此这般的毫无顾忌，啊，把你的命不当命，就是因为你背后啊没有让你惜命的人。好啊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朕就让皇后选一对玉璧作为娄公子和陈娘子的贺礼。看什么？陛下，既要送礼，那能否再赐陈娘子一道圣恩？恭喜程大人、程夫人。程大人来了。哎呀，恭喜程大人，多谢多谢。恭喜程夫人。夫人，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。娄夫人，程将军，少商，你过来。我来引你见见家里的长辈。这位按辈分，你应该称呼为老舅母。老舅母安康。回来。娄家心腹见长辈是要用权礼的。来人，取贵殿来。娄家的规矩还真不少啊。我娄氏本就是钟鸣鼎食之家，自然与那些草莽武将有所不同。大伯母也是说，见长辈需行权礼，不
不过我与阿瑶尚未成亲，娄家这么讲规矩，可是连这个都忘了。是我心急了，在我心里早已经把你当成是自己人了。也是，你与程夫人分开多年，来不及学这些规矩，那日后我慢慢教你便是。我竟不知，娄大夫人还管二房心腹教导。嫁过来的心腹多不懂娄氏规矩，免不得我要辛苦些。咱们长辈闲聊，小女娘难免无趣。少商、阿离他们在里边，快进去落座吧。娘娘，带上洋洋，快点进去吧，啊。娘娘，今日毕竟是你的大喜之日，可千万莫反击啊！唐子，我知道的，今日我绝对不会与人吵嘴，更不会动手。七小子，哎呦，你们可来了，可把我给憋坏了。七小子，今日你也得沉稳些。你看这一屋子小女娘，可不够你一个人打的。行，看在妹妹的面子上，我呀就不跟这些不知礼数的女娘们计较。你说谁不知礼数呢？说你呢？阿离妹妹，你与少商即将要成为姑嫂，日子还长远着呢，不着急眼下争辩。王家阿紫说的对，我日后啊可得好好教教新嫂嫂娄家规矩，也别太严厉了。谁让她10余年无父无母教育，被叔母养成这般废物呢？哎，你们口口声声讲规矩，你有规矩吗？你有规矩吗？你们懂规矩吗？林将军到！我看不见。十一郎这模样，便是日后嫁了也是永世不会忘的。我就是嫁了3回人，你还是要心痛的。上回见了袁善见，他们也是这般说的。陈少商，你呢？你不是说十一郎仰慕你，你还不屑一顾吗？你这话问得好生奇怪，啊！若少商回答是了，你少不得要说少商朝秦暮楚对不住阿阳；若少商回答不是，那你又要说少商了，说少商眼高于顶，连御前得宠的林将军都不屑一顾。万家娘子想的太多了些，我们姐妹方才提及仰慕十一郎，那可都是坦坦荡荡的，唯独少商妹妹不敢回答，是不是心虚啊？我是懒得理你。是，林将军少年英雄，谁人不曾仰慕？不过如今可能是因为我有了阿瑶，是你们当中第一个定亲的，所以我看林将军定然也是无感，对吧，小姑子？左一句阿瑶，右一句阿阳，还没嫁进来呢，就知道高攀我家兄长。就是。牛公子，林将军带着圣上的诏书来了，女君吩咐我带你去前院听诏。是什么诏书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家主们都已经在前院了。因臣承使，携一家来娄氏赴宴，未能礼数周全的奉迎圣意，
还请凌将军代向圣上解释。无妨，既是在娄家，并非程家，一切皆可从简。今日我来，是待圣上有几句话，转告程家四娘子。程四娘子，上前接诏。跪！制诏取灵侯之女程少商，人心扶弱，情甚贤淑，公良温俭，知书懂礼，和心悦性。文，驻华县无辜；武，平暗山乱匪，实属闺门典范。文，城楼玉洁，百年永好。他说的这人是我吗？赐玉璧一对，锦缎10匹。拜！谢圣上。谢圣上恩典。快接诏。陛下，既要送万文坊再赐程娘子一道圣功，他重建华县有功，不如趁着娄家此番设宴，当着宾客们的面，再送他一道表彰，既送程家恩典，也全了娄家的脸面。